情深远，一叶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烟波脸。故人久未见，粉饰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既然魏庄兄和墨鸦已经出手，救出太子，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子房，我去喝酒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姬无业已经把王宫的禁卫军也调动过来了。如果这是天泽想要的，那王宫的处境就微妙了。你很忠心，但在选择主人上不够聪明。驱鬼噬心，贵宾借道，藏龙七宿。郑国贵兵借道没有讨还的血债，这一次一起清算。王宫富丽堂皇，怎么还有这么一个破败萧瑟的场所？这是一座冷宫，也曾经喧嚣一时，炙手可热。只是现在确实很冷，用来封存逝去主人的记忆。逝去主人？确实，这里是郑国的旧王宫。原本属于一位不可一世的君王霸主。霸主？你是指郑庄公？郑国的第3代国君，春秋年代诸侯中的第一位霸主。郑庄公在位期间，郑国强盛一时。他的光芒，甚至让大周的天子都黯然失色。而大周自平王东迁，地位逐渐式微。对于越来越不听话的郑庄公，天子联合4国，欲削取郑国风范。但天子联军却被郑庄公打得溃不成军。我老师荀子在《王霸》一篇中点评：诸侯各自为政，继而崛起的春秋5霸中，到楚庄王问鼎中原，春秋就此渐行渐远了。问鼎，九鼎。虞王窥天机而受神策，分天下为9州，集4方鬼神之力，铸造9鼎。9鼎历经夏、商、周3代相传，天子威严之所，国家社稷之主。楚庄王向大周询问9鼎之大小轻重，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提问，却使天下诸侯震惊。
天子已死，诸王纷争。此女姑娘妙语。你说的这些，与郑国郑庄公有什么关系？五霸虽强，但郑庄公的崛起，却是这乱世的开始。而这个起点，就在我们身处的这座冷宫。就算风光一时，却也不长久。很多人好奇，当年他快速崛起成为霸主的力量来源是什么？我也很好奇。你啰啰嗦嗦、东拉西扯说了半天，却没说到底为什么来这座冷宫。我已经尽量简明扼要了呀。不是说让我陪你来喝酒吗？哎，喝酒只是幌子，举杯的目的从来就不是酒。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怎么还加了个又呢？出这么大的事，你就不能正经会儿？我走了。这次打鬼主意的不是我，而是叶幕、姬无业，还有赤眉龙蛇天泽。那你放着太子不救，却跑到这里来喝酒，为什么呢？天泽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呢？天泽大费周章，控制太子府，以太子为人质，确实可疑。如我们之前分析，将他释放出来的，很可能就是叶幕。天泽攻陷太子府，姬无业以营救之名，大举调动御前禁卫军前去戒严，是不是有着某种默契？声东击西，他的目的根本不是太子。如果天泽的目的是复仇，那么作为侍卫，他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太子殿下，就像他对待原本是本族的那些百越难民。太子是一个筹码，所以你判断反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只是太子殿下这样的筹码，似乎举韩国上下能够交换的东西，已经屈指可数。他的目标是王宫，难道是你的父王？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推测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可能他要的还不止于此。而这座冷宫，正处在从太子府到王宫的必经之路上。直觉是属于女人的东西，但并不适合即将要死的人。一个即将要死的人，等待一个死过一回的人，这样的会面，不是也很有趣吗？死亡，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你很快就会明白。有趣的是，
这段时间，我见了不止一个本该死去的人。很多本该死去的人，恰恰就在这座王宫。你是来复仇的，还是为了当年断发三郎追寻的宝藏？我只是来证明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种下了因，就会收获果。时间掩埋不了真相。那你是否明白，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死的因，而现在又被复活的果？我还活着，是因为我所承受的痛苦还不足以杀死我，也因为有些人的可笑直觉里，认为每件事情都在他们掌控之下。在你看来，他们错了？在我看来，你们每一个人都错了。哼，我并不一定是你的敌人。哼，流沙不一定是我的敌人。但是百越一定会摧毁所有的障碍。下次喝酒记得千万别叫上我。森女姑娘，你很在意他，很好。这就是你说的，不一定是我的敌人。迎接你这样的朋友，没有这样的准备，未免是愚蠢的。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，才是真的愚蠢。吴公子，你的伏兵只能加大力量的对比悬殊。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。你的微笑渐渐画风很美，斗篷拂过庄严，家风是一少年。你檀香惊醒我的笔尖，灯下断烟无眠。提笔难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，唯有风光年。红叶拾几杯水，偷去香山残雪，画风人手白卷。
时一少年，你弹响惊醒我的笔尖。啊！